北京大兴国际机场，在北京休息了几天，继续出发。去日本的人还蛮多的。我这次出行的目的地是北海道，去拍一拍北海道的冬天。这是北京大兴机场的国际航站楼，感觉今年春节去日本旅游的游客不少，这一架大飞机都坐满了。看看飞机上提供的快餐，主食是酱爆鸡丁，还有一些凉菜。从北京直飞北海道的航班比较少，价格又贵，所以选择了去大阪中转。北京到大阪的直飞机票1000出头就可以买到。这是从飞机上看到的本州岛的一些地方，能看到很多地方也下雪了。北京到大阪空中飞行时间不到3小时，所以还是非常方便的。从空中看，这里的能见度确实很高。2个多小时之后，飞机开始降落了。到达了大阪关西机场，用上次买的 IC 卡做了充值，坐机场的火车去大阪市区，大概50块钱左右。地铁口的，单人间150，这位置挺好的。我上次说过，大阪的住宿不贵，尤其是和新加坡相比，一天都是150。我这次是再次住到了上次住的公寓。公寓的名字就是这个。公寓有自助式的入住，按照要求取钥匙就行。所以到了这个公寓，我这次住的价格比上次贵一点，200多，还是住的上次这个酒店。我上次订的不到200，这次是200多。还是上次那个公寓，都有冰箱、厨房、卫生间，干湿分离的。这是洗漱台，放行李、衣服的。这是单独的。在这住2天，然后就直接飞到札幌去了。空调也有，如果冷的话也没问题。小沙发，大床，微波炉、冰箱，电视。我住的这个地方叫天王寺，走不远就是天王寺地铁站，这里有比较大的商圈。我上次住这里的时候都没有在附近好好的转一转，下午来这里逛一逛。天王寺公园，这旁边有几个公园，还有通天阁。现在是冬天，天王寺公园里有一个小的溜冰场。这里还有一个动物园。庆泽园，这里还有一个收费的小的日本园林，叫庆泽园，门票很便宜，只有7块钱。进来参观一下。这是一个日式园林，中间有一个小湖。这个城市园林非常的安静，春天来应该沿着园中的小湖转一圈，远处的这个高层建筑就是大阪市的第1高楼，叫阿布野大楼。对面看到的建筑是大阪市的美术馆，正在装修，没有开放。
这个庆泽园不大，转一圈拍拍照，半个小时就够了。庆泽园的旁边还有一个小湖，这个是免费开放的。现在是冬天，大阪市没有什么可逛的。通天阁塔，远处能看到通天阁塔，准备去这个大阪第一高楼看一眼。是大阪第一高楼，这个楼大概有60层高吧。这是天王寺地铁这边的十字路口，第一高楼就在把角。大楼里有一个电梯，先直接坐上去。这个大楼里下面都是商场、餐厅，中间有酒店，然后上面有一个瞭望台。这个商场的电梯只能到达17层。这是这个大楼的17层。这个17层的公共空间是免费开放的，随便上来的地方。这里有落地玻璃窗，远处可以看到大阪的城市容貌。这个16层里还有美术馆，然后旁边有门可以通向户外的露台。现在来到了16层的户外平台。露台上有个小花园，外面是高大的玻璃幕墙。这里也算是一个免费给公众看城市远景的地方吧。这个楼的58层也有一个收费的观景台，网上的价格大概是60多，也不算贵。不过要说最好的登高看大阪城市景观的地方，应该还是我上次去的梅田大厦，因为那边高楼大厦也多，所以如果你想要在大阪登高看城市景观，最好的选择还是在梅田那边。这是通过玻璃幕墙看到的，晚上应该会更漂亮一点吧。这个大厦的18层以上都是写字楼和酒店，12层到14层基本都是比较高档一点的餐厅。都是餐厅。看上去都做得比较精致。4730，200，差不多100块钱。地下2层是个大食堂，这里的东西比较物美价廉。天黑前又跑了一趟16楼，看了一下这里的夜色。我个人感觉没有什么，所以不上去了。抬头看一眼这个大阪第一高楼，准备去通天阁那里看看夜景，吃个晚饭。从过街天桥看到的第一高楼，这是相扑火锅吗？现在来到了通天阁这边。哇，还真热闹。热的餐厅都是这种动漫的感觉。通天阁也算是大阪的热门景区，这个区域也被称作新世界，有100多年的历史了。后面就是通天阁。哦，这是通天阁。后面的高塔就是通天阁。这里每天晚上非常热闹，灯火通明的，五颜六色，很漂亮。哇，真热闹哎！这条街上遍布着无数色彩缤纷的复古招牌和广告牌。历经了几十上百年，这里一直都是大阪宝贵的象征之一。当然，这里的规模是没法跟新斋桥比的，整个这条街也就180米。不过餐厅也确实不少，很多都是老字号的。日本的菜品广告都做得非常让人想尝试一下。我们去前面的通天阁看一下，这个通天阁也算是大阪的地标性建筑物，塔高有103米。现在看到的通天阁是第2代塔，塔底部的天花板都是壁画，花40多可以登高上去。去找一家餐馆吃个饭。烧肉料理。感觉这边的餐厅很多都是网红餐厅吧，地方小，人特别多。大阪烧。
新世界这边最大的特色小吃就是这个串烧。这家店门口排了很长的队，估计这个餐厅不错。昭和4年，应该都快100年了。打算第2天来吃这个串烧，先找一个人少的地方吃晚饭了。旁边这条巷子里也有很多的餐厅小吃，感觉这里的餐厅小店面积都非常的小，很多顾客都站着吃饭，所以在这种地方吃饭一定要有一个适应过程，我现在还不太适应。最终吃了酒店旁边的王酱饺子，一共花了30多。这里是北海道的札幌，每年的2月第1个星期，札幌都会举办盛大的冰雪节。札幌冰雪节也是世界4大冰雪节之一。冰雪节期间，整个札幌都洋溢着节日的气氛，主要的有3大会场，分别是大通会场、博野会场和萨特兰托公园会场。几个会场都是免费的，3个会场的形式和内容各有不同。大通会场主要是雪雕，博野会场主要是冰雕，2个地方白天和晚上都可以欣赏。萨特兰托会场更像是一个室外的冰雪游乐园，我这次也去拍摄体验了一下。一起来跟我看一下这个札幌的冰雪节。这次新春佳节，北京老刘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一起带大家逛一逛这里的冰雪节。早晨先带大家看一看大通会场里的雪雕。上期拍了一下这个会场的夜景，这个场地就在大通公园里。大通公园是一个长大概1.5公里的一个公园，是一个开放式的公园。这个会场里主要展示的是雪雕，其中有10几座非常大的雪雕。每天晚上这几个大型雪雕前面都会表演节目，而像眼前这样的雪雕，整个公园里有将近100个左右。除了专业人士的作品，也有一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和当地老百姓制作出来的。这个会场主要是雪雕，远处是札幌的电视塔吧。有些雪雕好像不是那么精美。这些公园里的雪雕作品至少会保留到2月底。我个人感觉这里晚上会更加多彩漂亮一些。大通公园里的标志就是顶端的这个札幌电视塔。其实整个大通公园贯穿了大概有10条街，总长是1.5公里。在整个1.5公里长的公园里都是这样的雪雕作品，在不同的雪雕展区也会有不同的表演。这是电视塔下面的一个展区，很漂亮的一组像是大气球，每到晚上的时候这里的灯都会亮起来，会更加漂亮。接下来坐地铁去萨特兰托的会场。这个会场不在市中心，但是可以坐地铁到达。札幌是日本的第5大城市，人口有将近200万。这里只有3条地铁，所以非常繁忙。地铁门口有直接免费送到冰雪乐园的班车，出了地铁就可以看到去往萨特兰托公园的免费班车。排队的人还挺多，其实步行过去也就10分钟。我是走过去的，这时候还飘起了小雪。下的雪。这个会场10点才开始开放，有室内、室外2个地方。感觉这里更适合家庭前往，很多家庭都带着小孩来玩。不到10点排起了大队。10点钟游客开始进入了。这里展出了一些小型的雪雕，都是当地的学生来制作完成的，重在参与。看看这些雪雕，据说雕塑这些雪雕的雪都不是一般的雪，要找纯白清洁的好雪。
这个雪上游乐园里主要就是雪滑梯，有大大小小好几座不同难度的滑梯。这个是高度最高的，看了一下好像没有那么难，所以也想跟着大部队体验一下。这应该就算里面难度最大的滑梯了，所以好多小朋友来玩。这些滑雪的工具都是免费的，我也准备滑一下。OK。就是一个圆形的轮胎，两边有把手，中间有个缰绳。OK。1, 2。OK。3, 2, 1。哦。哦。没坐稳，中间还打了个转儿。哈哈哈！转了一圈。チューブ持ってあちらにお願いします。OK， 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。体验一把就可以了。是他的雪上大滑梯，还要适合小孩。它这就是好处，就是都是免费的，特别受小孩的喜欢。梯为主，有难度更低的滑梯，确实不化，颗粒状的，不化不失身。客观讲，这里就是适合小孩子玩的。日本的成年人都直接去滑雪场玩，因为北海道有太多世界级的滑雪场了。这里有些项目还是挺有意思的，难怪很多家长都带孩子来玩。这算是冰雪乐园。这边户外的是雪，啊，这还有一些雪雕，这是它的小雪人，一面墙。会场里还有很多其他家长带着小孩玩的游戏，埋在雪里。像这里还有工具，可以把人埋在雪里。做好工具了，会场里有一个大的室内体育馆，里面也有一些项目，不过更多的是在这里面吃饭、吃小吃、买东西。好多小吃。我是上午一大早就过来的，所以还没有什么人。这是一个室内项目，好像也是个滑梯。冰雪节的另外一个会场就是博野会场，这个会场就在热闹的市中心。博野也算是札幌最大的娱乐区，本身晚上就热闹，夜景也漂亮。这个会场就是在这条街上展出了大约100件的冰雕展品。雕的形状应该是札幌市的计时台。这条街离大通公园很近，就一站地铁，所以可以从大通公园直接走过来。改成了步行街。我是特意选在了晚上走过来，街道上都是冰雕，感觉晚上又热闹又漂亮。欣赏一下这条街上的冰雕作品。如果论到冰雕作品的规模，这里的冰雕作品确实没法跟我们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相比。但这里的冰雕作品是建在主要的商业街上，游客可以随意欣赏，边逛街边可以欣赏了。说到世界上的4大冰雪节，除了这个札幌冰雪节，另外的3个是中国哈尔滨的国际冰雪节、加拿大的魁北克冬季狂欢节和挪威奥斯陆的滑雪节。挪威的那个因为我不滑雪没去过，其他3个都去过，其实可以说是各具特色。听说今年哈尔滨的冰雪节吸引了国内特别多的游客，非常火爆。记得我前年去拍哈尔滨冰雪节的时候，基本上都没有人。
看看这些冰雕作品，很多还是非常精美，而且有很多义务工作人员为大家免费拍照，连照片也是免费赠送。有些作品白天看上去非常的精美，晚上打上光后就看不出原来的感觉了。这里展出的作品每年也都举行比赛。这条街长也将近有1公里吧，逛累了随时到旁边的餐厅商场里躲一躲，这都是排队免费拍照的，免费给一张这个纪念照片。这里还有现场雕刻作品的。和哈尔滨相比，札幌的晚上一点都不冷，真的很舒服。逛累了准备去吃个饭，虽然札幌的特色餐厅和小吃非常多，但几乎都要排队，而且餐厅的空间非常狭小，有点不适应。我也这边晚上夜景确实挺漂亮，找个地方吃个晚饭，最后选了一家人少的吉野家。其实这里的空间还相对较大呢，点了一份热卖的套餐，小火锅，一个火锅套餐30多，相对来说它这个吉野家算很便宜的，排队人也少，肉量蛮大的。这吉野家就是经济实惠，也基本不用排队。这么一个套餐，火锅套餐加鸡蛋加小菜，30多。冬天吃一个小火锅挺舒服的。旁边就是李小璐。我这次住的地方非常好，像大同公园、博野会场还有李小璐，走着都几分钟就到了。这是酒店旁边的李小璐，一条购物街。这个李小璐也贯穿了几个街道，都是这样的顶上封闭的购物街，逛起来非常舒服。札幌的李小璐和大阪的新斋桥非常相似，逛街、购物、吃美食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满足。来吃午餐，这是札幌一家著名的拉面馆，据说是味增拉面的始创者。地方很小，桌椅很少，设施又古老，排队和吃饭的人都安安静静的。到日本也要习惯于在这样的餐馆吃饭，很多好餐馆都是这样。等了半个小时，轮到我了，都是提前点餐的，点了一份热卖的味增拉面。就这样看似普通的食材，吃起来虽然不算是人间美味，但是排半个小时队也是值得的。这就是用心做食材的结果。地铁，吃完了早午饭，现在坐地铁去白色恋人公园。这是东西线的终点站。白色恋人公园离市中心有点远，不过地铁可以到达。白色恋人公园。出了地铁需要走5分钟的路。这个大楼就是巧克力工厂，这里就是著名的白色恋人公园，其实就是巧克力工厂。这里是白色恋人巧克力夹心饼干和冰激凌的生产地和展示地，也是一座洋溢着英伦气息的欧式古典城堡。基本来札幌旅游的都会来这里，我今天也来这里打个卡。进来就可以看到欧式城堡，外面是花园。不过现在是冬天，外面都是被白雪覆盖着。花园的雪地上布满了很多小圣诞树和灯泡。城堡的钟楼上也会定时有表演，都是和真人一样大小的人偶。在冬季，这里4点以后都会有灯光秀。院子里也布置得很像童话世界，很适合小孩子拍照和女孩子打卡。
钟楼上还在表演。整个公园里都洋溢着欢乐的气氛。看这个大型的城堡，里面就是工厂。公园里有很多拍照的机位，拍照的位置甚至都给你放好了一个自拍架。大家都在看钟楼上的表演。花园里卖一些甜点和冰激凌。自助买一个小的。好凉啊！纯粹为了拍个照。这些角度拍照都是挺漂亮的。整个公园外面的面积其实并不大，很多人都是来这个城堡里体验的。这是白色恋人公园，札幌一处非常著名的算景点吧，然后布置的像童话世界一样，里面的白色冰激凌很好吃啊，400日元大概合20一大杯。冬天吃冰激凌，其实这个北海道札幌这边吧，冬天其实挺奇怪的哈，它那个雪是不化的，你感觉特别特别的冷哈，其实并不冷。就这边的晚上都很少那个气温低于零下5度。音乐表演又开始了，雪地上有一些白色的小房子。现在开始下雪了，室内还有暖气，非常的暖和。这些都是供游人拍照的机位，都你架成了各种自拍的机位。你在这自拍。那基本上给你设计的拍照的机位，如果一个人就可以把手机架。考虑确实挺周到。这就是白色恋人公园，非常小的一个，但是很美的童话世界。这个地方晚上会有更加绚烂的灯光，所以建议下午过来，然后一直待到天黑。去这里面参观一下。室内有更加丰富的项目，除了有一些成品商店，很多都是作为个人体验的，因为也像个小宫殿。商场里卖的巧克力饼干价格都不贵，很多都是几十元的小点心，所以买的人非常多。这里面还有下午茶，有休息的地方和餐厅。旁边的这个大建筑里就是体验制作巧克力饼干的，这里一般都需要预约，临时来的话可能会客满。体验的价格也不贵，30元钱。如果只是来逛一逛、拍拍照，在这里玩个1-2个小时就够了。如果想吃下午茶，体验这里的巧克力饼干制作过程，需要多花一点时间。喜欢拍照的一定要待到晚上，因为晚上这里更加漂亮。可惜我还要去火车站办点事情，所以没有待到天黑。铁里的餐厅看着很有食欲。地铁里就有很多的餐厅，物美价廉。是札幌车站，这是换一个票。我在网上买的 pass 卡，需要在现场换一下票。这里有专门为外国人提供服务的窗口。这个就是 pass 卡，10天的，不能丢，丢了就不行了。这个卡在10天内可以坐北海道的任意火车。我要提前换一个指定席，然后换票要换指定席，要不然它可能没有座。这是 pass 卡第3个，然后一步一步按着方式走就行。这个因为 pass 卡的话，它不指定席位的，
但有些车呢，它必须要有座位，所以还是要在机器上换一张有座位的票。所以这个换票呢，稍微有一点复杂，但稍微聪明一点，学一学就会了。韩馆的地铁总是这么繁忙。这是札幌火车站的外景。札幌站。晚上这里还是非常漂亮的。札幌我还有几个地方没有游览完，但是明天我先要去小樽，然后在北海道转一圈，之后再回到札幌。我个人觉得在札幌待2天是不够的，因为周围还有不少地方可以玩。哇，下雪了！下一集小樽见。这里是北海道的小樽。电影《情书》的很多外景地都是在这里拍摄的。很多人认为这里是一个非常浪漫的小城。在冬日飘雪的时节，我来到了小樽，非常喜欢小樽的迷人夜色，尤其是这里的天狗山。天狗山上的夜景算是北海道3大看夜景的地方之一，这里也是我认为小樽最美的地方。看下面的万家灯火。小樽是一个慢节奏的城市，尤其是晚上又漂亮，所以来小樽旅游最好在这里住一晚。我是从札幌坐大巴去的小樽。小樽也算是札幌都市圈的一个小城，所以来这里交通非常的方便。这个车票和火车差不多，都700多日元。700多合到30多，还是很便宜的，1个小时左右。下了雪，昨晚小樽下了雪，很雪的。住在这个青旅，在小樽准备住一晚，住在了青旅。因为最近札幌的冰雪节和小樽的雪灯节都要举行，所以酒店都比较紧俏。在这里住一晚青旅，凑合一下。飞机入山，在青旅放下行李之后，就准备出来转一转。小樽的冬天也经常下雪，所以雪比较厚。我住的青旅位置非常好，离车站和运河都非常近，走几百米就到了运河。小樽运河是小樽乃至北海道的一大标志性景观。白天的小樽运河好像没有什么，平淡无奇。晚上再过来看，在运河边走一走。这人把自己打扮成一棵树，种在了花盆里。小樽沿岸一排是砖石结构的仓库，另一边则是煤油灯路，非常具有复古风情。这个小樽运河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，昔日这里非常的繁荣，现在这里成为了浪漫旅游之地，很多情侣都喜欢来这里漫步拍照。这个运河上还有游船观光服务，坐一次大概40分钟。就是在雪里走路。冬天的雪真厚。这什么建筑？小樽的城市建筑有一点欧洲的风格，这是一个皮革，色彩比较艳丽。有很多建筑都是一个小型的博物馆，可以进去参观一下。在街上逛累了，随便进入一个室内都会有小惊喜。这里面像咖啡厅、书店、咨询中心，很多人在这个漂亮的室内坐着休息。这里还有人力3轮车，可以体验一把。去逛一逛小樽热闹的街道，街道里有很多的建筑，都算是小型的博物馆。这是小的八音盒，有很多仓库改建而成的杂货铺、餐厅。
街道上有很多小樽的名特产品，还有美食，画风也都非常美。街头买了一个小吃，炸的红豆、草莓、年糕，还挺好吃。这是小樽里主要的一条商业街，1-2公里长，建筑都非常有特色。看这条街上游客非常多，在街上走路还是要小心一点，这里的雪没有被清理干净。小樽的海鲜也算是非常出名的，而且吃海鲜的人现在也很多。这个北一哨子馆非常有名，好几家店，这些建筑里面都可以进去走一走，都是好吃的和好看的纪念品。这里的玻璃制品和音乐盒是相当有名的。前面快走到了街道的尽头，应该是一个音乐盒的博物馆。建筑前面有一个蒸汽时钟，这是发音盒里，里面有几千件音乐盒的展品，面积很大，很多游客都会选择这里的纪念品，价格确实不贵。这是一个 Hello Kitty 的小展馆，还有美食。街边有很多的北海道的美食，买了一个牛肉饼，这一个不便宜呢，30。因为看了一张天狗山的夜景，所以坐公交车去那里看一看。去天狗山有公交车到达，下了车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滑雪场，山顶就是观景台。天狗山现在也是小樽雪灯节的一部分。这个山的海拔有500多米，需要坐缆车上去。缆车的往返票价是70块钱。其实傍晚的时候，运河和街道也应该是非常美的，但是我因为只住1晚，只能先去天狗山了。这个缆车是一个大车厢，一次能装下几十人。天狗山的夜景现在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，所以晚上在这里看夜景的人非常多，下山的时候都要排大队。现在到山顶上欣赏一下，很多地方可以打卡拍照。这个山上除了有一个观景平台，其他地方的景色也不错。尤其冬天雪后的天狗山，这个积雪非常的厚。雪灯节，这个天狗山也被打扮起来了。来天狗山的公交车频次不是特别高，所以到达山顶的时候觉得有点晚了。山顶还有一些寺庙，感觉天黑得非常快，赶紧跑去观景台看一看。看山下已经万家灯火了，山顶还布置了一个爱心的雪灯台，大家都排着队在这里拍照留影。非常简单的一个设计，但是很有意境。有一些大雾，远处的海看不清楚。很多人可能看过函馆的夜景，我个人感觉这个天狗山的夜景不比函馆的差。所以如果坐公交车来天狗山的，尽量早一点到。如果天完全黑下来，就不算那么好看了。确实没想到从高处看小樽的夜景这么亮，在下面的时候不觉得这个城市有多大。我也来到这个爱心的雪灯台，在这里拍一个照片。
再沿着这个雪道往前走一走，听这嘎吱嘎吱的，穿了个防滑的鞋钉儿。这个雪非常高，像是一面雪墙。前面还有一个室外的小亭子，茶室。另一处的观景台，这个角度也不错。感觉天完全黑下来了，准备坐缆车下山。缆车下面就是一个滑雪赛道。太冷了，下山了。这个观景台上也有吃喝玩乐，还有室内的观景台，所以冬天如果觉得外面冷，也可以在里面看。下山，坐在缆车的前面，可以从车厢里看到下面的夜景。我个人感觉，如果来小樽，这个天狗山还是非常值得来上一次的。算好时间，还是坐公交车回市区。下车后又来到了小樽运河。这时候天空完全黑下来了，没有那种蓝色的梦幻感觉。我住的这晚小樽运河的雪灯节还没有开始，明天才开始。不过第二天小樽的酒店都非常的贵，想了想还是不继续住了。小樽运河的再沿着河边走一走，原来的仓库，有个人带了2个艺术品在这里拍摄。做工非常的精美。日本很多的地方7、8点钟都关门了，估计商业街也没什么人了。准备在酒店的这个街口找个地方吃饭。这个街口的建筑很漂亮，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游客了。没想到餐厅里面都是满的，还要排队。最后在这家吃了，在里面吃饭都不好意思拍照。吃完饭准备回酒店休息了。路上看到一些小河道已经开始布成雪灯节的感觉了。不过准备明天离开小樽了，这次没有看到雪灯节，还是有点遗憾的。去泡澡啦！泡澡泡澡，我们去泡澡，真是让人好开心，让人好高兴。这里是北海道函馆的温泉猴山，看这里的猴子泡温泉多会享受，比人都舒服。我这次来函馆有2个期待，一个是带大家看一看函馆的百万夜景，另外一个就是看这个猴子泡温泉。以前看过猴子泡温泉的照片，感觉好玩极了。不过这次登上函馆山，因为大雾和下雪，没有拍到最美的景色。一起和我欣赏一下。我今天要从小樽坐火车去函馆，这是小樽的火车站。进站。超市。检票的时候，这个 pass 卡跟指定席的卡一起插进去。我今天是第1天用这个北海道火车的 pass 卡，我买的是10天的 pass 卡。指定席应该舒服一些。日本的火车票还是比较贵的，所以如果密集的游览，买这个 pass 卡还是比较划算的。以后有机会我再介绍一下这个在日本旅游如何购买和使用这个火车 pass 卡。我买的是10天的 pass 卡，一共是1500块钱。其实如果坐2、3次比较长途的火车就赚回来了。倒车去函馆。小樽到函馆没有直达的特快列车，需要在札幌转一次火车。在日本坐火车中途转车是很经常的事情，其实也很简单。
因为火车准时，也没有安检，留几分钟的时间就够了。现在坐上了从札幌到函馆的列车。札幌到函馆算是一个比较长的线路了，火车特快的车票也要400-500元，车程大概是3-4个小时。可以提前在机器上选个座位，坐在靠窗的座位边，可以欣赏一下沿途的风光。我坐的这是特快北斗号，不到4个小时的时间就从札幌来到了函馆。这是函馆的火车站，它这个火车站出来也是验票的，闸机验票。这是函馆火车站的大厅，算是空间比较大的了。这就是函馆车站。日本的很多火车站都年头比较久远，很多都是老破小。这个函馆呢算是比较新的。为了方便出行，我就住在了火车站边儿。我住的酒店叫和平饭店，离车站走路几分钟的路程。看一看房间，这房间就是小了点儿，不是个大床，100多。函馆酒店比较便宜，就订好一点的200-300的很多，节省一点。很干净，卫生间独立的，100多是吧？在日本100多就这样了。这稍微小了点，应该订一个大的，大的也不贵。首先带大家去看一看这里的猴子泡温泉。火车站门口就有直达的公交车，票价15块钱。热带植物园，猴子泡温泉是在这里的热带植物园，这儿的门票大概是15块钱。这个小猴山，猴子泡温泉就是这个热带植物园的特色项目。基本上来这个植物园的都是看这个猴子泡温泉的。这里一共有几十只猿猴。冬天的函馆也是非常冷的，这些猴子们也习惯了在温泉里过日子。看这一排排的小猴子，看着还是非常有意思的。游客也可以喂食这些小猴子，买一包专门的猴吃的东西，5块钱一包。感觉如果下一场雪就更好玩了。猴子的小脸红扑扑的。互相在清理皮毛。广播里还有中英文的讲解。今天这里的猴子就是它们的后代及生命细胞。另外，圆山没有猴子专用的厕所。猴子不像人类那样有在固定地点排便的本能，所以它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排便，包括游乐场、生活空间和温泉。如果粪便多的话，气味就会很浓，所以每天早上都会有2个动物园管理员来清理。使用与消防车相同的软管对活细胞的墙壁和地板进行消毒，并冲走废物。早晨清洁后立即供应早餐，在客厅喂蔬菜、水果、米粉等。下午的餐食包括面包、蔬菜和水果，单吃各种面包，但特别先吃年糕或饺子。强壮的猴子通过获得足够的食物来吃饭，其他猴子永远不会从更强壮的猴子那里偷食物，并逃跑了，而较强壮的猴子则悠闲地吃着，好像我的皮肤在欺骗我，让我以为夏天来了。有些人因为有些猴子整天洗澡，几乎全身赤裸，但一旦停止泡温泉，去泡澡啦！
泡澡泡澡，我们去泡澡，真是让人好开心，让人好高兴。泡澡泡澡，我们去泡澡，热热乎乎，舒舒服服，开心的泡澡。泡澡泡澡，我们去泡澡，洗得干干净净的，洗得香香的。泡澡泡澡，我们去泡澡，洗洗更加的健康，更加的舒畅。其实这个植物园本身很小，也没有什么太多逛头，只是函馆这边很少见到这些热带植物，所以有一个大的温室棚子。由于有了猴子泡温泉这个卖点，不少游客专门会来这里参观。好在这里有公交车到达，门票又不贵，所以有时间可以过来看一看。其实在长野也有一个野原公园，相对来说比这里更自然一些，但既然到了函馆，就过来参观一下，还是挺好玩的。临走前再看一看这些小猴子。They don't like the smell. The stronger monkeys have good physiques. 函馆最吸引游客的应该算是函馆山上看夜景了。4点钟就坐车来到了缆车下面。函馆山的夜景曾经被评为世界3大夜景之一，所以来函馆旅游的一定会登上函馆山。往返的缆车票是90人民币左右。可以提前在网上买，也可以现场买，微信、支付宝都可以。选了个车厢不错的位置，可以拍一拍下面的风景。这个函馆山的海拔并不是很高，300多米。但是这个山的位置不错，可以把函馆的景色一览无余。而且整个函馆市的形状比较特别，是一个狭长的带状，中间比较窄，已经可以看出整个函馆市的形状了。不过来到山上后，感觉天气不太给力，抓紧时间上3层的观景台看一看。还好今天的人不是很多。这个山顶的角度是不错，可确实今天的天气不太好。要在这里等到慢慢的天黑。其实天气预报还是蛮准的，说5点半左右会下小雪。我想着如果是下雪会有下雪的风景，于是就上来了。已经有不少游客站在这个大风口上等待天黑了。我们看一看这样的天气会看到什么样的景色。这是站在原地等了半小时之后的风景，感觉飘来了越来越多的雾。然后真的下小雪了。看似安静的画面，其实是狂风大作。我也是全副武装，戴上了脖套和厚帽子，感觉雾气是越来越大了。
看一看山顶拍摄的人们。今天这里的人算是少的，因为很多旅行团的人这个时间还没有上来，也许看到天气变化，很多旅行团就放弃了。如果觉得冷，这个山顶的建筑里面有很多室内的空间。我个人感觉这个函馆山顶没有天狗山顶好玩，因为天狗山上还有其他的一些风景，包括雪灯节。这是函馆山顶的标志，除此以外就是这个山顶的观景台，还有一些大铁塔。风雪越来越大了，下面已经完全看不到。游客都躲进了走廊和房间。屋子里面倒是很舒服，还有餐厅，价格也不贵。人少的时候可以坐在窗边，边吃饭边看风景。看天气预报，今晚的天气很难变好了，准备排队下山了。也许明天天气好会再上来一趟排一排。坐缆车排队的人真多呀。今天的函馆山不算是一个完美的旅程。坐缆车下山了，缆车下面就有公交车。我这次的北海道之旅基本全程都是火车加公交，所以也算是为大家自由行提供一些旅行中的攻略。也谢谢关注北京老刘的北海道深度之旅。这里是北海道的函馆市。函馆是北海道人口第3多的城市，但也只有25万多。函馆市最著名的就是它的都市夜景，号称世界前3。除此以外，函馆市还有其他一些地方可以逛一逛，跟我来一起看一看。火车站前是个小花园吗？函馆火车站的旁边有一个很著名的函馆朝市，很多游客都会一大早来这里逛一逛，吃个早餐。这里围了很多人排队，这应该是现钓活鱿鱼。现钓，哇，这么简单，2秒钟钓上来就直接刺身了。这个钓鱿鱼吃刺身可能是这个超市里面最火的。里面有很多的餐厅，都是以海鲜为主，有很多物美价廉的海鲜饭，基本都是60、70、70、80一碗，也有其他套餐。这人还真多。这家排队的基本都是本地游客，准备就来这里尝一尝。没有吃这种生冷的海鲜饭，点了一份特别套餐。点了一个特别套餐，每样都尝一下。这也是我这次第一次尝这种海鲜饭，我也感觉不到当地人对吃海鲜有什么特别的变化。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，就尝一点，算是早餐。今天天气非常好，准备在函馆市区走一走。函馆是北海道西南部的滨海城市。现在看到的就是函馆山。现在早上这里没有什么人，从下午到晚上这条街非常热闹。这个是很著名的金森红砖仓库，是港口很热闹的购物区。除了纪念品，也有不少的餐厅、啤酒厅。早晨都还没有开门，所以可以悠闲地拍拍照。这是西波市场。函馆的冬季没有想象的那么冷，所以在户外徒步还是很舒服的。
下了一晚上雪特别轻啊，它是有地热化掉的。这条街还蛮陡的。现在走到了八幡坂，也是函馆最有名最美的街道，曾经被票选为第1名想去的日本坡道。这就是函馆的八幡坂，一条很漂亮的街，直接就通向了大海。所谓坂，就是指斜坡的街道，像京都的清水坂、2年坂、3年坂，在这里打打卡、拍拍照。八幡坂的周边有很多的建筑群，这是当地人的房子吧？这里还有一座寺庙，非常的清静，还没有游客。雪后这里的坡路有点滑，穿一个冰爪，只要从高处都可以看到下面的大海。这片区域里有一些欧洲的建筑，有以前的英国领事馆、教堂、修道院等，外形造型都还比较美，所以这个区域感觉有点像是欧洲的小镇。这应该是个教堂。函馆还有一个值得去的景点，就是五陵郭公园。坐公交车来到了这里。这个从空中看上去是一个五角星的形状，但是不让飞无人机。那边有个观光塔，就可以上去。这是我第2次来函馆和这个五陵郭公园。这里最美的季节是春天，很多樱花。前面是五陵郭塔，可以登高看这个五角星的形状。这个五陵郭就是一座星形的要塞，1914年改建成了现在的公园。我现在就是走在五角星的一个角上。冬天这里白雪皑皑，一片银装素裹。春天的时候这里会樱花盛开，一片粉红飞舞，是日本函馆非常著名的赏樱花圣地。我们去这个要塞里面看一看。这个要塞也是受当时欧洲的影响，建成了一个五角星的形状。不过里面的园林和建筑风格还是保留了当地的特色。这是公园里的主要建筑，是香馆奉行所。现在里面也是一个小的展览馆。公园里积攒了厚厚的白雪，雪厚的也是很美。这里算是一个4季都比较美的公园。不过要想领略这个五陵郭公园的特色，一定要登上前面的五陵郭塔。围着五陵郭公园转了一小圈，现在准备登上五陵郭塔。这个五陵郭塔非常的醒目，将近有100米高。这是五陵郭塔里面的大厅，需要买票参观，大概50元。我们在塔上的观景台看一看下面的景色，就是这样五角星形状的一个要塞。城堡有护城河，河边种的都是樱花，所以春天非常美。每年冬季这里还会举行五陵星之梦的夜间点灯活动。不过一般游客在这里都住1天，所以都会去函馆山看夜景，很少有来这里看夜景的。前面这个就是函馆山，远处可以看到大海。这是从下一层拍到的，
有点俯瞰的感觉。天真蓝。现在坐公交车，这个有轨电车回到市区中心。午餐准备吃韩馆的特色拉面，这次准备把北海道的4大拉面都尝一遍。要一个人气王，直接点一个卖的最好的。韩馆的特色拉面就是盐拉面，要一碗他们的招牌盐面，它这是韩馆的盐拉面，算是北海道4大拉面之一的。这一碗40万。今天坐火车来到了北海道的洞爷湖。洞爷湖算是一个火山口的湖，这里的湖水冬天是不结冰的，一年四季都荡漾着清丽的湖水，景色非常秀丽。这里也是北海道的温泉圣地，湖边有很多的温泉酒店，也有一些路边免费的温泉池。我这次也是特意来洞爷湖，好好的放松休息一天，泡个温泉。没坐火车。这是韩馆的火车站，还有世界遗产无一区。今天要坐火车从韩馆去洞爷湖，火车票将近300元，特急列车大概2个小时就能到达。特意选了一个靠窗的座位，可以欣赏一下沿途的风光。列车的播报都有中文。这个山是北海道居岳山，列车行驶了很长一段时间都可以看到这座非常漂亮的山。北海道的很多铁路都建在大海边上，所以可以看到大海的风光。洞爷站，洞爷湖坐公交，到达了洞爷火车站，门口有公交站，直接能到洞爷湖。这段公交车大概6、7公里，都是山路，车票大约10几块钱。今天的天气非常给力。公交车直接到温泉站。这是我这次订的酒店，离公交总站很近，算是一个湖边的温泉酒店。日本的酒店大部分都是下午3点才能入住。先放下行李到湖边走一走。湖边都是白雪皑皑的世界。看到湖上有一艘游轮。洞爷湖的水很蓝，因为很深，最深的地方能到100多米。这边是游船的码头。一个船，这个游船的频次还是比较密集的，正好可以赶上一班游船。船票大概70多人民币，40分钟。这个船很大，一共有3层，能装700多人。刚上船，这个船就起航了。洞爷湖湖边的这些温泉酒店，如果订得早并不贵，有些酒店30、100块钱就可以，甚至还包括了早餐和晚餐。酒店后面的雪山叫有珠峰，也是一座火山，2000年的时候才喷发过一次。洞爷湖的湖中有4个小岛，这个是4个岛里最小的一个岛，叫馒头山，就是高度比较矮。这个最大的岛上面还有博物馆，可以登上去。湖的四周有好几座雪山。这个洞爷湖的形状像是一个圆形，直径差不多有10公里，整个湖的周长是50公里。游船的造型很像是一个城堡。
游船在湖面上航行了大概30-40分钟，现在准备靠岸了。听船上介绍说，湖边还有几个观景台，其中有一个很高的观景台。看了一下地图，有公交车，抓紧时间去看一看。看这个车，日本很多小城市的公交车年头都比较长了。从巴士总站到那个最高的观景台，将近有10公里呢。车费大概是单程25，往返50。一定要提前看一下发车的时间和末班车的时间，因为这个专线车车次非常少，一路都是盘山公路，前面就到了观景台。不错，有一个到它的瞭望台的公交车。公交车是专门为这个瞭望台开设的，单程110。这个停车场有个瞭望台的咨询中心和超市，超市的后面就是瞭望台了。这个观景台算是一个半山腰上，视野还是比较开阔的，可以看到湖中的4个小岛。从观景台的两边都可以走一走，找一些顺光的地方。冰天雪地，算没有遗憾了，紧赶慢赶的过来。刚才是坐船游览了洞爷湖，现在是坐车又绕了大半圈。入住吧，一个日式温泉。这是我住的温泉酒店，看一看房间，空间算是比较大的。榻榻米式。这是一个湖景，这么美。小阳台，这今天晚上正好有花火大会，我这个房间都可以看到。这个酒店比较值，含早餐、晚餐，然后400多。洞爷湖边的这条街上，酒店都不错，几乎都是可以看到湖景的房间。这景色都比那观景台要好一些，视野都开阔了。这下面温泉街逛一逛去。去湖边走一圈。趁着天气比较好，傍晚到湖边走一走。这是北海道的洞爷。先在湖边拍拍照，打个卡。湖边这条街算是温泉街，有几处免费的温泉亭子供游客泡泡脚。这个小温泉就在我的楼下，脱了鞋试一试。体验一下街头温泉泡脚。别说这个温度非常适合。这个叫洞。这条街上还有免费的温泉亭子。洞爷湖八景，继续在湖边逛一逛。我一看以为是无人机禁飞的呢，原来是不许打捞、禁止将活蟹、活虾带走。走在湖边并不觉得冷。这密密麻麻的是野鸭还是海鸟啊？听到无人机的声音了，
湖边很多这样的标志，可以拍照打卡。好，这里是北海道的洞爷湖。然后这个湖是这个洞爷湖有8景，都分布在湖的周边。你好，吹一首吧，来一首《回家》。这个洞爷湖每年有很长的时间晚上都会有烟花表演，我这次入住也正好赶上了这个时间。现在回酒店吃晚饭了，晚上过来看烟花表演。这是酒店免费提供的晚餐，火锅，还挺丰富的。这个酒店也是24小时提供免费温泉泡澡。鸡肉。晚餐后休息了一会儿，还是来到了湖边。到湖边看看这里的花火大会。不过说实话，这个花火大会的规模确实有点小，大概8点钟开始，一共燃放10几分。如果是国内在这样的湖边允许燃放烟花炮竹，估计每个家庭都会来放一放吧。一起欣赏一下这个10分钟的烟花表演。昨晚住在了北海道的洞爷湖边的温泉酒店。洞爷湖也算是温泉圣地，大部分人来这里都是来享受温泉的。酒店楼下就有一个露天温泉，很多游客在这里免费泡脚。我这个酒店包含了免费的早晚餐，这是早餐。清晨的洞爷湖因为没有旅行团而显得非常的宁静。吃过了早饭，又来到了湖边散步。湖边也不觉得冷，所以散步很舒服。没有什么人，在这里飞一个无人机。洞爷湖的总面积大概有70平方公里，平均水深也达到了117米，所以显得非常的幽蓝。这里在2000年的时候曾经爆发过一次火山，据说也对这里的旅游业造成了一些影响，不过现在好像恢复了过来。洞爷湖的水是不动的，所以1年4季都可以过来游览。洞爷湖这边的旅游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，如果是来度假玩个3、4天是没有问题的。我这次是环岛游，所以只住了1晚。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洞爷湖的，景色美，温泉也好。而且我住的这个温泉酒店含了早晚餐才400元。今天准备离开洞爷湖，前往下一站登别。这是洞爷湖温泉的公交站。早上先坐公交车前往洞爷火车站，坐公交去火车站的游客非常多，很多人都带着大行李，
所以很有可能挤不上这个公交车。洞爷湖离洞爷火车站其实只有6公里多，但如果打车就要花150块人民币。继续坐火车前往下一站登别，这是从洞爷湖到登别的路上，只要40分钟就到达了登别。这是登别的火车站，很小，但是功能很齐全。日本的车站无论大小都有这种储存柜，很多人都会把行李存在车站，然后出去玩，回来继续坐车。而且火车站的门口都有直达主要景点的公交车。不过我还是决定在登别住一晚，民宿就在火车站门口，放下行李就出发了。登别也是一个温泉胜地，和洞爷湖齐名，很多旅游的人都会2选1。到了登别温泉站，这是公交车的终点站，登别温泉站。这里有很多的温泉酒店，这条主街上也有很多的餐厅，有的餐厅还没有开门就开始排起了队伍。登别除了泡温泉有2个主要的景点，一个是地狱谷，一个是棕熊乐园。这几个景点都在公交终点站的附近，所以游览起来非常的方便。现在已经来到了地狱谷，这里也是免费的景区。来这里的旅行团非常的多。这是登别地狱谷的地标，这里是一个奇形诡异的山谷，它是由火山爆发后由熔岩所形成的一个山谷。景区有一个木质的栈道，沿着木栈道走就可以了。这里的山都是灰白和褐色，现在上面都覆盖着白雪。这个山谷里有很多天然的温泉，而且这里的温泉可以提供多达10多种不同的矿物质，这也使得登别温泉非常的有名，很受当地人的喜欢。进到地狱谷就可以闻到空气中浓烈的硫磺味道，这里几乎寸草不生，山谷里是处处缭绕的感觉。这里很多的泉眼都是间歇性的喷发，像现在这个喷泉眼就没有喷发泉水。间歇式的，周围有很多的小泉眼。回到温泉街，这个街道边上还有很多的温泉眼。这儿的，看这个桥下就有一个很大的泉眼。这些温泉水也都是提供给周边的温泉酒店做成大桶的形状，一个这个。小店里吃一个这里的冰激凌，很浓郁。登别另外一个出名的景点是这里的一个棕熊牧场，从路边的指示牌往上走50米。这是要上山呐！坐缆车。这个棕熊牧场是建在山上，需要坐缆车上去。上一下。买了一张150，人民币150。感觉为了看个大狗熊花150有点贵，不过想想在山上可以看看风景，还是决定上去看看。上面是一个棕熊牧场。没想到这个缆车的距离还是非常长的，所以往返缆车加门票150还可以接受。大概坐了将近10分钟，来到了山顶。真是够高的。山上除了牧场，还有一个瞭望台。先去瞭望台看一看。瞭望台在熊博物馆的楼顶，这个博物馆还是世界上第一个熊博物馆呢。到山顶看一看下面的景色，可以看到一个圆形的湖，像是个火山湖。这里还有一个指示牌，通向全球著名的城市。这个山顶的牧场里，除了看棕熊，还有几场表演。前面正好有鸭子竞走比赛，
比赛的是一大群鸭子，你还可以竞猜获胜者是哪只鸭子。可惜鸭子一冲进水里就乱了分寸，还真说不好哪只鸭子先上岸。最后获胜的是带着红色脖套的鸭子，猜中的游客非常兴奋，因为有奖品，有个用雪堆成的大白熊，还可以爬上去拍照留念。室内户外都有很多这种大型的玩偶，可以打卡拍照。现在开始参观真正的棕熊了。这里有2个棕熊牧场，这些大棕熊都是北海道特有的，有时候野外也经常会遇到。这里是允许投喂这些棕熊的。从高处看上去，这个棕熊还不显得多大，其实体长都有2-3米呢。看似笨重的大棕熊，其实还挺好玩的。自己喝自来水呢。2个牧场的棕熊有几十只。这个棕熊看上去至少有700-800斤吧。这真够懒的，能趴的姿势都懒成这样了。那个上面的就没得吃了，上面的没得吃。就给他会讲。最上面一个最苦，没人走得过去。这个棕熊牧场每天还会有定时的表演。棕熊表演是在这个室内，有选出来的一些游客把棕熊喜欢吃的东西就藏起来，藏好之后，这个棕熊就出来觅食了。这些棕熊估计是闻到食物的香味了，确实挺聪明的，藏的犄角旮旯的都被它翻出来了。连这里面的东西都被它吭哧吭哧的给倒腾出来了。这身手还挺敏捷的，把最上面的东西它都去翻了。别说这些大笨熊智商还挺高的呢。山上除了有棕熊，还有一些当地的民俗村。这些是以前住在山上森林里的茅草屋吧？进到里面看一眼。
这些茅草屋的形状其实还挺好看的，在很多日本的电影电视剧里好像都看到过。我记得在风雪中的一些电视剧有阿信、阿野麦岭等等。以前在电影电视剧里看到他们在这些风雪中，觉得肯定特别的冷。但这次在北海道的体会是没有那么冷，感觉都没有超过零下10度的，所以对于冬季旅游来说没有那么可怕。山顶上还有世界第一个熊博物馆，可以和这些大笨熊拍个照。博物馆对世界各地熊的分布有很详细的介绍。结束了。在山上玩了将近2个小时，现在准备下山了。今天主要游玩了登别的2个景点，登别地狱谷和这个山上的棕熊牧场。如果来北海道旅游，在洞爷湖和登别2个地方选择，看了昨天和今天的视频，你会选择哪个地方呢？今天是北海道之旅非常开心的一天，去了道东3湖。道东3湖分别是驱邪路湖、魔州湖、阿寒湖。冬天的道东3湖其实公交并不方便，不过非常幸运，我现场订到了道东3湖的1日游车票，这也大大节省了我的时间和精力。还在鹤见台看到了成群的丹顶鹤。魔州湖今天的天气也非常给力，当然最满意的要说是在驱邪路湖看到的成群的天鹅。今天的行程非常丰富，有6大景点，这是硫磺山，还在魔州温泉这里放松，景色也非常漂亮。跟我一起体验一下这个道东3湖之旅。这是我在川路的酒店的早餐，还是非常丰富的，今天要多吃一点。吃过早饭来到了公交站，这个1日游票是当天付款。旅游车，这个旅游车是专门在冬天为去道东3湖的游客准备。1日游包含了5、6个景点和一顿正餐，价格是300出头。这是导游在车上讲解今天的路线，这个线路是非常棒的。首先来到的是鹤见台，现在来到的是鹤见台，这里有很多的丹顶鹤。在川路的湿原深处生活着很多丹顶鹤。一般来川路旅游的都会去看看丹顶鹤。在川路有好几个地方都可以欣赏到丹顶鹤，这个鹤见台是丹顶鹤数量最多的地方。放眼望去，应该有上百只丹顶鹤。这些丹顶鹤都是长期停留在陆川这片土地的，已经可以在这里繁衍生息。看它们自由自在的在这里踱步。这里还有一个免费的望远镜，可以通过望远镜近距离的观看这些丹顶鹤。很希望能拍到飞翔的丹顶鹤，不过好像它们都懒得飞，都在这里慢慢的踱步。这些丹顶鹤和人的距离离得还是比较近的，所以看得非常清晰，大概都有1.2米到1.5米高。丹顶鹤被当地的阿伊努人尊为狮源之神，可见当地人对于丹顶鹤的喜爱。以前丹顶鹤一度曾被认为在日本已经灭绝，后来在北海道的鹤居村发现了这些丹顶鹤，并开始了保护丹顶鹤的活动。据说现在全世界有不到3000只丹顶鹤，其中1/3都生活在川路湿原上。我们现在来到的鹤居村旁边这个鹤见台，就是观看丹顶鹤最好的地方。可能现在正是丹顶鹤吃饭休息的时候，一直不见它们起飞。这个地方从川路坐公交车也可以自己过来，
公交车的单程车票是50多，只是公交车的车次非常少。在贺建台停留了20分钟，继续开车前往下一站。沿途可以欣赏到壮阔的川路湿原。下一站去魔州湖。我们来到了魔州湖的观景台。算是道东3湖之一，这个春夏秋冬都很美。冬天的话，如果下雪会更漂亮。就是沿着湖边的栈道。这个魔州湖也是火山湖，可以说是全日本透明度最高的湖泊。这里有个小栈道，有几个观景点儿。从这里往下看一看。这个魔州湖的面积有20平方公里，最深的地方是212米。这个湖完全没有河流的流入和流出，所以湖面非常的平静，带有深深的静谧的色彩。据说这个湖经常有雾，所以我们今天的运气比较好。只可惜这2天都是大晴天，没有下雪，所以树干比较枯。如果有雾凇就更漂亮了。这个湖的透明度据说能达到40多米，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高透明度的湖。我们在这个观景台也只停留了30分钟。这是我们的观光车，现在前往下一个湖，也是我最期待的一个湖，因为看过那里的照片，非常的惊艳。现在来到了驱邪路湖。这个湖的面积非常大，大概有80平方公里。是驱邪路湖。这个驱邪路湖也是位于阿寒国立公园内，是北海道内第2大湖。这个湖底下有很多地方会涌出一些温泉，让这附近充满了热气，所以冬天会吸引很多天鹅飞过来。看看这么一大群天鹅，得有上百只。湖的四周都是雪山，据说最多的时候这里有400-500只天鹅，游客都非常的兴奋。感觉非常梦幻啊！关键有上百只这样的大白天鹅，太漂亮了。这边的湖边还有不少温泉呢，但今天没看到有人泡。看看眼前这个景色，真的是非常漂亮。你好，你好。拜拜。告别了这个天鹅湖，下面还有惊喜。这边如果时间宽裕的话，会有一些天然的小温泉，可以泡一泡的。这几个地方如果真的自己坐公交过来，衔接是非常不方便。下一站我们前往硫磺山，远远的就看到前面热气腾腾的。这个地方如果我不参加一日团是过不来的。是今天来到的第4站了，正在冒烟的。这个硫磺山和登别的地狱谷有一点点相似，不过感觉这里气势更大。今天我们要去的6个景点都是不要门票的。看这些泉眼冒出来的蒸汽，如果这里没有游客的话，去这些地方还真挺恐怖的。
感觉随时会喷发一样。这还有挺浓重的味道的，幸亏戴了个口罩。看这些硫磺的颜色多鲜艳！我记得在印尼的火山看到过这些硫磺石，到处都是泉眼。这个地方没地湖，有没有火山即将爆发的感觉？离开硫磺山，下一站应该吃饭了。车上发了想吃。1点钟，我们来到了下一站魔州温泉。魔州，我们会在这里吃午餐。午餐便当也是魔州的特色。做烧肉、盒饭、蛋汤。这个地方叫魔州温泉，有很多天然的温泉眼。有38和42。吃过饭可以自由活动，在这里周边转一转，可以在这里泡泡脚，旁边也有一些小公园，可以到周边走一走。现在虽然是阴天，但是感觉景色还挺美的。过桥去看一看。河边有一些小木屋、水车，这个是观察水鸟的小房子。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走到这边来了，看上去像是一幅水墨画。看看时间差不多了，准备坐车前往最后一站。最后一站是阿寒湖，道东三湖的最后一个湖。路上看到了一只小狐狸吧。我们这个导游一路上都在讲解着科普知识。到了阿寒湖，很多人直接住这边的酒店了。我们在这自由活动1小时，然后从这集合返回。要说这个一日游的车程设计的真是非常合理。最后一站，很多游客都会住在这边的温泉酒店，所以他们直接去酒店了。其他人自由活动1个小时。这个阿寒湖冬天是结冰的，也看不出这个冰面有多厚，有点危险的感觉。不过看到很多车都开到上面来了，应该没事吧？在阿寒湖这边有很多的冰上运动，有些高价旅行团的也包含了这些冰上运动，像我们也发了一些优惠券，想玩的可以自己去玩。这些冰上运动项目其实价格不贵，感觉甚至比国内都便宜。阿寒湖这边主要也是来泡温泉吧，我觉得景色不如魔州湖，也不如洞爷湖。这边还有一个古老的文化村，可以逛一逛，这里有一些小的展览馆。这些当地的茅草屋看上去还挺漂亮的，不过玩了一天，看了很多湖光山色，对这里就没有什么兴趣了。街边的店铺都亮起了灯，我们也结束了一天的行程。一天下来，我们走了6个景点，加上中餐，一共300多，还是非常值的。下次来北海道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道东三湖。